上一期我们聊了宇宙大爆炸和精密微调，那是宏观世界的奇迹。今天我们要把视线从几百亿光年之外收回来，看向最微小的世界。过去的唯物主义者很有信心，他们认为世界是由一个个像玻璃球一样坚硬、实在的原子组成的，这让他们觉得世界是死的，不需要神。但随着量子力学的诞生，这个坚硬的物质地基崩塌了。物理学家惊讶地发现，如果你把原子拆开，里面竟然大部分是空的，剩下的也不是实体，而是波和能量。这让很多无神论者感到恐慌。如果物质的基础根本就不是物质，那唯物主义还剩下什么？经典物理学告诉我们，宇宙像一个精准的钟表，一切都是注定的。但在量子世界里，一切都变成了概率和不确定性。很多人问我，科学到了这一步，是推翻了上帝吗？其实正好相反，正是在这些看似疯狂的物理现象中，上帝留下了他介入这个世界的后门。接下来，请做好思想准备，我们将潜入这个烧脑的微观世界，看看科学是如何为信仰补上最后一块拼图的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更烧脑的量子力学。在节目开始之前，还是请大家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你的支持对于项目的持续运营非常重要。好了，我们回到主题。很多人觉得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让世界变得混乱，其实它为信仰打开了一扇惊人的大门。让我们先说说量子纠缠。所谓量子纠缠，就是指两个粒子即使相隔亿万光年，改变其中一个，另一个也会瞬间做出反应。这种超距作用打破了空间的限制。这告诉我们，宇宙在最底层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。如果连没有生命的粒子都能保持这种超越距离的连接，那么一位全知全在的上帝瞬间拖住万有，在物理上就完全是合理的。你以为的宇宙是左边牛顿式的宇宙，一个个独立的台球撞来撞去，冷漠而孤立；而真实的宇宙是右边的量子宇宙，光与波纹互相交织，物质不再是冰冷的个体，而是充满了某种神秘的关系性。这更像是一个有灵性的设计。很多人认为祷告像发射无线电波，需要穿越几亿光年才能到达上帝的天堂。我们担心信号不好，担心上帝太远听不见。但量子纠缠提供了一个绝妙的类比，在这个宇宙网络中，距离是幻觉，你不必向外呼喊，因为你的灵魂与造物主之间有着本体论上的纠缠。你的心念一动，上帝瞬间就感知到了。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相信祷告是真的。无神论者说物理定律决定了一切，祷告有什么用啊？但量子力学告诉我们，宇宙不是封闭的钟表，而是开放的系统。上帝可以在微观的不确定性中注入信息，回应你的祷告，却不破坏物理定律。祷告是能真真正正把你的心意传递给上帝。更重要的是，上帝不仅创造了物质，也创造了时间。他在时间之外。当你今天祷告时，他在永恒的现在看着你，甚至在你出生之前，他已经听到了你这一刻的呼求。最后，我要讲一个很多无神论者不敢面对的结局：宇宙热寂 （heat death）。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，宇宙的能量终将耗尽，所有恒星都会熄灭，陷入永恒的黑暗。如果没有上帝，这就是我们最终的归宿。无论人类多么伟大的文明、科技、艺术，最终都会变成虚无的尘埃。在无神论的世界观里，一切努力最终都是毫无意义的零。但作为信徒，我们拥有终极的逻辑自洽，因为我们知道宇宙不是封闭系统。创造宇宙的那一位，既然能让它开始，也能在它即将枯竭时介入，带来新天新地。热寂不是终点，而是更新的序曲。正如耶稣的复活打破了死亡的定律，上帝对宇宙的计划也绝不会被熵增定律锁死。这就是我们在科学尽头看到的希望。总结一下，天文学指向了开端，物理学指向了设计，生物学指向了编码，量子力学指向了连接。科学并没有把上帝挤出宇宙，反而是让我们看懂了上帝编写的算法。正如开普勒所说，我们研究科学只是在追随上帝的思想。不要因为科学而害怕信仰。那个微观世界里的奇妙与宏观宇宙的秩序，正是上帝无限智慧的两张面孔。下一次，当你仰望星空或低头祷告时，请记住，你不是在对着虚空说话。整个宇宙的物理法则都在告诉你，你被设计、被连接、被深知，也被深爱着。